所有人都认为我沈之遥离不开陆景琛。嫂子，你可真贴心，知道陆哥不喜欢剥虾，就总是都帮他剥干净。哪怕他对我的付出视而不见，哪怕他将我的尊严狠狠践踏。陆哥，今天可是嫂子帮你办了庆功宴，你这不合适吧？这有什么？之遥那么大度，应该不会介意吧？我去趟卫生间。陆哥，嫂子陪你打拼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好不容易熬到你深海娱乐上市，你当她的面带别的女人过来，难道不怕嫂子伤心吗？对，记得嫂子当时拿到了歌坛新生赛的冠军，你一句话她就回来了，放弃了成为天后的机会。陆哥，你这么做会不会有点过分？这算什么？这些年要不是我一直养着他，他早就流落街头了。如今他不过是依附在我身边的金丝雀，怎么可能生我的气？陆总威武，来哥几个敬陆总一杯。你后悔吗？那时候我还不明白，男人的承诺从来都是虚无缥缈，经不起任何考验。就算自己痛了，不想你走了，是不是我？景琛，我拿到冠军了！恭喜，瑶瑶。你虽然拿到了冠军，但是娱乐圈的水很深，我怕你受到伤害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退居幕后做我的女人吗？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，瑶瑶，能遇到你是我一生的幸运，给我个机会，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我保证对你一心一意，如有二心，我就身败名裂，流落街头，不得好。你不许这么说，我相信你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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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年来，我一直记得你曾经的承诺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一次次原谅。但我的原谅，换来的却是自己的遍体鳞伤。现在，这一切该结束。陆哥，嫂子回来了。以后不用再叫她嫂子了。沈之遥，我们分手。可以。我宣布，从今日起，薛婉婉正式晋升为我的新任女友。我将动用一切资源，让她成为新一代的歌坛天后。谢谢景琛哥哥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
不过，看在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的份上，你以后遇到了什么事情，可以来求我。不用，谁离开谁都能活。你们先玩，我先走。陆哥，嫂子肯定是伤心了，你还不赶紧出去追一下？怎么可能？沈之遥什么德行，大家还不知道吗？我猜啊，要不了3分钟，他就会打电话给陆哥求饶。5秒，我赌5秒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陆哥牛逼！5、4、3、2、1。陆哥，看来这下嫂子是真的要跟你掰了。他没这个胆子，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，祈求我的原谅罢了。等我晾他几天，他肯定会舔着脸跑回来，舔着脸祈求我晾他。来，庆祝我成功甩掉这个黄脸婆！恭喜陆哥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捧你为新一代的歌坛天后。谢谢景琛哥哥。6年的失败感情让我意识到，男人是世界上最靠不住的物种。总有一些话来不及说了，总有一个人是心口的朱砂，想起那些话，女人靠自己才不会有输的时候。只留一句，你现在好吗？如果爱忘再见了，陆景琛，丢掉你给我的枷锁，我要去拿回6年前就该属于我的荣耀。让他替我倒打，如果爱懂了。沈之遥，离开了那个伤害了你6年的男人，一定要活出精彩，狠狠打他的脸。加油，沈之遥！你好，我来报名。好，这些都要仔细填写。好，帮我拿一下。好。沈之遥，你这是追到这儿给我道歉来了？把报名表给我。都怪你之遥姐，你分手分得那么绝情，都惹景琛哥哥生气了。要不，你给他求个情道个歉，兴许这张表还能给你呢。陆景琛，你出轨在前，带着小三羞辱我在后，你到底哪来的自信让我给你道歉？之遥姐姐，你怎么这么凶啊？怪不得景琛哥哥要跟你分手，跟我在一起呢。我是来参加比赛的，不是来跟你们闲聊的。比赛？你都快30了，一大把年纪了还出来闯荡娱乐圈？就是啊，之遥姐，现在歌坛流行什么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当初的那一套早就已经过时了。我相信，只要有实力，一定可以重回歌坛。哼，重返歌坛？开什么玩笑？这6年来你一首歌都没唱过，你以为你还是当年那个冠军沈之遥吗？行不行？只有试过才知道。
报名时间要截止了，还有要报名的，赶紧过来填表。把报名表给我。陆景琛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天字之音舞台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参加的。我宣布取消你的参赛资格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这场比赛的赞助商。这是陆景琛，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！过分？这才哪儿的哪儿啊！我不仅要在天字之音封杀你，以后大夏所有的唱歌比赛都将不会接受你沈之遥的报名。陆景琛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才会看上你这样的败类。是。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当着这么多人面骂我，还想一走了之？今天你必须跪下给我道歉，把他给我按下去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太过分了！放开！住手！我看谁敢！是顾雨白，他可是大夏最年轻的天王。听说这个节目是巨资邀请他来的，这样可以提高节目的热度和收视率。他本人看着也太帅了。我看谁敢动他！这样，你没事吧？雨白，你怎么来了？顾天王，他怎么来了？他可是歌坛的天王啊，为什么要帮沈之遥啊？他呀，就是之前一个追求过沈之遥的舔狗罢了。顾雨白，不要以为你现在成了什么天王就了不起，在感情上，你依旧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据我所知，你们两个人已经分手了吧？啊，他今天是过来报名参赛的，你没有资格去阻止他。在大夏娱乐圈，我陆景琛可以说是只手遮天的存在。再说，这场比赛的赞助商是我行使点特权与责任。陆景琛，你太不要脸！天赐之音歌手大赛花重金请我做导师，如果我向节目组举报你搞黑幕，你说节目组是把我换掉，还是撤销你这个赞助商呢？把报名表给我。给他吗？这样，雨白，谢谢你。行，不就是参赛吗？想去就去，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你是怎么丢人现眼的。陆景琛，今天我一定会站在舞台上，向你，向所有人证明，我还是像6年前一样优秀的沈之遥。走吧，雨白。接下来的这位选手比较特别，他曾经是6年前歌坛新人赛的冠军，今天他将再次登上舞台，不知道能否重现当年的光彩。让我们掌声欢迎沈之遥登场。还重现辉煌呢，我倒要看看一个被我圈养6年的金丝雀能玩出什么花来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那个沈之遥已经6年没有唱过歌，水平更是烂到底，连这种档次的人都能参加我们天赐之音，简直就是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。我也不瞒着大家了，沈之遥其实就是我的前女友。哎呀，是前女友啊！说的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些年我一直养着她，
1分钱都没有让他赚过。可谁曾想，他不但不感恩，还背着我勾搭别的男人。这种人都能参赛，简直是比赛的耻辱。水性杨花，不务正业，这种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比赛。就是，我们花钱投票，可不是让这种垃圾来浪费我们的钱呀！滚下去啊！别耽误后面歌手出场。滚下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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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！滚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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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沈之遥，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？难怪他一直坚持比赛，原来是想这样来挽回我。沈之遥，你还真是动了不少心思。好了，大家稍安勿躁。我们天赐之音歌手大赛主打的就是公平公正，希望大家把一些流言蜚语抛之脑后。沈之遥，请你开始吧。我知道大家对我有所误解，但是我相信我会用我的歌声来证明我自己。接下来我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我的原创，我想把它送给在情感中被虚假诺言所蒙蔽的人，希望大家和我一样，可以早日领悟到爱情的真谛。沈之遥，你要唱就赶紧唱，这里没有人愿意听你的辛酸爱情故事。就你还搞什么原创？你不过是想制造话题让我难堪，博取同情罢了。这样，原来我不在你身边的这么多年，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我以为我会哭，但是我没有。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什么无爱的痛苦？爱我灵魂，你就是想污蔑我是个渣男。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声音铿锵而有力，压根就不像是个新人。这明明是歌坛的前辈才会有的功底。这样，这些年你到底是经历了什么，才会唱出如此痛彻心扉的歌？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一颗心。沈之遥真是太厉害了，我都要跟着哭了。那些年我为他犯的傻，受的委屈，全在歌里了。景琛哥哥，这沈之遥才开口唱了几句，这口碑就逆转了。我今天不会拿不到冠军了吧？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你放心，我不可能让他如愿。咸鱼翻身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们的爱告诉后台关掉伴奏。好的。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，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哎，我操，伴奏怎么没了？不好意思，领悟这首歌的伴奏带突然损坏。沈之遥，现在没有伴奏，你的比赛只能到这儿了。唱得这么好，居然因为没有准备好伴奏而终止比赛，这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要怪就怪他沈之遥没这个命。前面几位歌手都没有什么事情，偏偏到了沈之遥却出现了意外。我觉得事情没那么巧合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伴奏现在也没了，他横竖也唱不了这首歌了。不就是没有伴奏带吗？就算没有伴奏带，我依然可以演唱。这位选手，我承认你刚刚的表演接近完美，但是伴奏是歌曲的灵魂，这即使再优秀的歌手没了伴奏，表演效果也是会大打折扣的。是啊，之遥姐，你的歌声瑕疵那么多，有伴奏的话还能帮你遮一下，这清唱可是就完全暴露了呀。沈之遥，我劝你还是早点下去，不要耽误比赛的进度。你们不会以为就这一点小伎俩就能难倒我吧？
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。他的声音太有故事感了，让我想起那个分了3年手的前男友。只与你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意追逐。不行，这次的冠军一定是我的，我一定要想个办法让沈之遥退出这个舞台。景琛哥哥，这个办法好，一会儿你就这么说，让他沈之遥永无翻身之日。哦！这一次我要当歌坛天后。之遥，表演的太棒了！这首歌不仅旋律优美，更是情感与艺术的完美结合。我给你打10分。你在这首歌曲里面展现的超强的情感把握，让现场的观众都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经历的情感的波折。我也给你打10分。等一下，各位导师，我要举报他抄袭。各位导师，我要举报他抄袭。啊！抄袭？没想到竟然是抄袭的，是不是？干出这样的事情，怎么这样啊？薛婉婉，你是说这首歌曲不是沈之遥原创的？没错，领悟这首歌是我的，他沈之遥剽窃我的作品。我去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竟然会有这种事情？他怎么能剽窃人家薛婉婉的歌呢？太不要脸了！沈之遥，你不是铁了心要离开我吗？这就是你背叛我的下场。你说我抄袭你的作品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我当然有，大家请看，我手上拿着的正是领悟的版权书，而版权书的归属方就是陆总的深海娱乐公司，和他沈之遥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也只能说明深海娱乐有这首领悟的版权，并不能证明这首歌是你的。我是深海娱乐的总裁，我可以证明这首歌的创作人就是薛婉婉。陆景琛，你太无耻了！这首歌明明是你看着我写的，你悄悄把它拿去注册了版权不说，你还要把它送给薛婉婉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之遥姐，你不能因为怀疑我是你情感里的小三，就偷走我多年来的心血啊！快拍快拍！2个热门参赛选手和深海娱乐总裁陷入神秘的3角恋情，明日的头条热搜都有了。沈之遥，你剽窃婉婉歌曲的行为实在恶劣，我决定不再听你吐槽，我要向大家揭露你丑恶的嘴脸。大家有所不知，在沈之遥与我恋爱的6年里，他一直问我要房、要车、要钱，还要我动用一切资源跑他。我不同意，他就造谣我出轨下属，逼我分手。对，沈之遥不仅冤枉我当小三，他还毁我的名声。这沈之遥简直太过分了，这不就是捞你吗？不仅如此，沈之遥与我恋爱期间还频繁出轨，可以说是伤透了我的心。陆景琛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出轨在先。是啊，陆总，有传言说是您先出轨，才致使你们6年感情破裂了。这位观众朋友，你也是男人，同为男人，谁被戴了绿帽子还想闹得天下人皆知？而他沈之遥正是拿捏了这点，才一直对外肆意宣扬我的绯闻。陆景琛，你有这演技，怎么不去当演员呢？当什么娱乐公司的总裁？你去当演员，一定能拿影帝吧？之遥姐，我不奢望你能够解除我们之间的误会，但是我写的每一首歌都是我的心血，绝对不允许你肆意拿着它们去谋利。私德败坏，勾三搭四，还抄袭别人的歌，这种人就不配待在这个舞台上。太无耻了！我周乙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抄袭的歌手。陆景琛，
你少在这里颠倒是非。你和之遥，你俩谁出轨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你们这对狗男女还真是恶心，比赛比不过，就拿这种卑劣的手段来污蔑我。我不过是把事实告诉大家，毕竟我天赐之音每年的冠军都是德艺双馨的歌手，像你这种品德败坏的女人，不配出现在大众视野里，更不配争取这份荣誉。陆总说的对，你沈之遥简直拉低了整个比赛的档次。太可笑了！我刚才居然被他的歌声所打动，没想到竟然是抄袭。沈之遥，你真是太下贱了！沈之遥，我劝你还是乖乖退赛吧，否则等会儿被人架着胳膊撵出去，可就丢人丢大发。这种人就不配待在天赐之音的舞台上，赶紧滚下去吧！就是，滚下去，滚下去，滚下去，滚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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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！等一下，我有办法证明沈之遥他不是抄袭的。你们说沈之遥是抄袭的，也不能听信一面之词。薛婉婉，你一口咬定这首歌你是原创，那不妨现场来演唱给大家听一下，怎么样？我怎么，你心虚了？你不是说你是这首歌的原创吗？你刚才不是说这首歌是你的心血吗？怎么连心血都不会唱了？他当然是我的心血，但是这首歌的确是婉婉很早之前的作品，现在生疏了，不很正常吗？对，景琛哥哥说的对。薛婉婉，你之前的所有代表作都不如《领悟》这首歌，那我请问你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歌你不发行？我深海娱乐曲库里有上千首歌，我不能首首都发行吧？况且就算这首歌没有发行，也不能成为他沈之遥剽窃的理由。之遥，你有没有证据证明这首歌是你的原创？没有，不过这首歌从作词到作曲都是我自己的原创。这首歌是我的原创，而你这种攀附男人的捞女，怎么可能会写出这首歌？好，既然你们都坚称自己是这首歌的原创，那我们不妨来个接榜斗歌仪式，怎么样？哇，你看，这样，哇，天哪！这个接榜斗歌可是唱歌比赛里最高规格的比试方法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斗歌比试非常简单，愿意接受挑战的接榜应战，一旦榜单掉落，比赛就正式开始，拒绝的一方则自动判定为输。你们愿意接受挑战吗？这沈之遥也就是想博个热度罢了，肯定没想到天王会给他来了这么一出。婉婉，你放心，他沈之遥绝对不敢接这个榜，他都6年没唱过歌了，哪儿还懂什么是原创？好，我接受挑战。我要向在场的所有观众证明，我不是一个抄袭者，而是一个优秀的原创歌手。薛婉婉，你敢应战吗？你说比我就跟你比啊！你抄袭我的作品，本来就是事实。婉婉说的对，身为本次大赛的赞助商，我也不允许你继续胡作非为下去，赶紧滚出去吧。薛婉婉，我提醒你，接榜斗歌比赛一旦接榜，拒绝的那一方就判定为输了。顾天王，这是竞技比赛，即使你要开启斗歌榜，也是需要时间限制的。那我就规定双方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金曲的创作，怎么样？不耽误大家时间，不需要3个小时，3分钟就够了。3分钟，我就能创作出一首金曲品质的歌曲。这样，3分钟。太狂妄了，沈之遥，你以为金曲是大白菜吗？你想写就写。多少创作人穷尽一生才华，才能创造出1-2首金曲？
你3分钟就能写出来？真是疯了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狂我无知的人。这沈之遥也太不自量力了吧！他不会是想用3分钟写出一个垃圾来糊弄我们吧？就是啊，谁知道呢？估计是想成名想疯了。我沈之遥，3岁知音律，6岁小乐理，15岁更是被伯克利音乐学院破格录取。6年前就凭借自己的原创能力，一举拿下大赛冠军。你们以为难如登天的事情，在我看来，不过就是小菜一碟。沈之遥，在座的各位导师可都是大夏歌坛的风云人物，他们的才华大家都是有目共睹，你居然敢当着他们的面卖弄资本！薛婉婉，我看你就是怕了，不敢比，因为这首歌根本就不是你的原创。景春哥哥，怎么办啊？我根本不会原创歌曲。放心吧，周天后是我们的人，有我俩听你一定赢。景真哥哥，你真是太棒了！怎么样了，薛婉婉？你现在承认刚才污蔑我，然后向我道歉，都还来得及。让我道歉？做梦！我宣布，我薛婉婉迎战。之遥，你真的能够在3分钟之内创作出一首金曲吗？我的能力你还不清楚吗？3分钟的时间是给薛婉婉的。好，沈之遥，你这么有自信能赢我？好啊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一个赌？赌什么？如果你在3分钟之内创作不出金曲，那你就下跪给我道歉，并且承认《领悟》这首歌就是你抄我的。那要是你输了呢？输？我怎么可能会输？要是万一我输了，那我就当众道歉，并且退出比赛。景琛哥哥都说了，周天后是我们自己今天赢的，只能是我。沈之遥，你就到此为止吧，一会儿打赌打输了，丢人的还是你自己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倒是要看看一会儿丢人的到底是谁。劳烦所有观众当裁判，今天我们一起揭穿这个抄袭者的真面目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就有请周天后为2位出个题目吧。没问题。沈之遥，你有意见吗？当然没意见，谁出题目都可以，毕竟只要有才华，任何题目都可以创作出金曲来。没脑子的蠢货，我早就跟周天后约定了题目，这次你沈之遥输定了。之遥，这陆景琛点名让周天后出题，怕不是他们早有预谋吧？没关系，无论他们耍什么花招，我都能一一应对。好，2位听清楚了，我的要求是让2位创造出一首诉说爱情的歌。诉说爱情，周天后这个题目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唱出感情可不简单。是啊，爱情可不光是情情爱爱，还需要有阅历，有刻骨铭心，才能将情感表达，是最能体现唱功的题目。一会儿就用之前准备的那首歌曲当做原创歌曲。你放心，沈之遥什么水平我再清楚不过了，他绝对有了。那我就宣布接榜斗歌比赛正式开始。我写完了，我可以直接唱了。30秒就创作好了，这么快的吗？这薛婉婉也太厉害了，沈之遥这下危险。我也创作好了。沈之遥也创作好了，看起来2个人不相上下呀。怎么可能？沈之遥一定是看薛婉婉写好了，跟风的吧？故弄玄虚，我就不信你30秒钟还能写完。我先来，再给你一点时间。沈之遥，今晚的冠军只能是我。薛婉婉，你就尽管张狂吧，今天我一定会亲手揭穿你的真面目，让你成为整个乐坛
最大的笑话。接下来我给大家演唱的歌曲名叫做《坏姐姐》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？这首歌曲一定能带动现场的气氛，开始吧。不愧是我陆景琛的女人，比那个只会剥虾的黄脸婆强多了。宅男在不在？啊哈，看你那傻傻的样子有点呆，女生爱不爱？啊哈，姐姐就喜欢你这种可爱，宅男怪不怪？我的胰岛素呢？啊哈，不要躲在家里等着桃花开，吃草卷饭看你表现，我会给你狂点100个赞。Yeah, hey, yeah, yeah. Come on, come on. Yeah, yeah, yeah. 爱谁？姐姐有点坏，偏偏你要崇拜。这种不入流的歌，也好意思拿来 PK？ 姐姐有点坏，偏偏你要崇拜。么么哒，别担心，我把你带坏。婉婉，你唱得很棒。这首歌曲甜蜜而又欢快，而且具有很强的律动感和带动能力。这薛婉婉的创作能力不容小觑。这种口水歌也值得你们夸赞。看来大夏乐坛是没救了。比赛结果肯定已经出来了，沈之遥他输定了。是啊，这种特性就应该狠狠打他的脸，让他滚出歌坛。之遥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才参加比赛，只要你现在当众承认你抄袭，我可以大发慈悲让你回到我的身边。陆景琛，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，要不是有你的欺骗和背叛，我就不会重新站上舞台，也不会走上我正确的人生轨迹。这一次我将会用我的才华狠狠打你的脸。接下来我要演唱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《一生所爱》。從前現在過去了，再不來。這首歌前奏怎麼這麼凄涼？落葉長埋塵土內，開始終結總是。歌頌的是愛情，但何嘗又不是人生啊？沈之遥，你到底經歷怎樣刻骨銘心的愛情，才能唱出這樣感人至深的歌曲？在世間難逃避命運。這歌壇沒有哪一首歌曲能夠像這首《一生所愛》一樣，把愛情唱得如此直擊心裡。這前奏響起的那一刻，我的淚腺都快繃不住了。是緣分。景琛哥哥，
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过是被他的歌声给感动到了吧？没有。景琛哥哥，他沈之遥就是想让你当众后悔，没想到她居然还是个这么有心机的女人。你说的对，他唱这首歌就是想让我后悔。王源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好过的。或我應該相信是緣分。情感真挚，唱腔独特，这样一比，薛婉婉的歌曲的确显得俗套了不少。金曲，又是一首金曲啊！沈之遥，恭喜你，向所有人证明了你自己。不行，大家都等向他这边了，要想办法扳回一局。放心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陆总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沈之遥的一生所爱唱得更好？没错，我和大家一样，都被这首歌所折服，所以我要恭喜顾天王，恭喜你帮沈之遥创作了这么一首金曲。陆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这首歌是顾天王帮沈之遥作弊提前写好的，因为沈之遥是他的白月光。什么？快看，照片上真的是顾天王和沈之遥，难道他们俩真的在一起过？陆锦琛，你少在这泼什么脏水！我泼脏水？是你们俩作弊做得太明目张胆。顾天王，你一说现场接把斗歌，他沈之遥就不假思索的应战了，还瞬间就创作出了这么一首金曲品质的歌曲。很明显，是你们俩沆瀣一气，联合作弊。对，这首歌绝对是顾天王提前给沈之遥准备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首歌明明就是我在现场创作的。沈之遥，我和你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你什么水平我再清楚不过，你根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金曲。好，既然你说这首歌不是我创作的，那这首歌是周天后命题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周天后也参与了我们的联合作弊？顾天王给你准备的这首歌，词曲寓意深远，所以什么题材都能扣得上。就是，沈之遥，你和顾天王联合作弊，居然还想对我倒打一耙，你真是太卑鄙了！怪不得顾天王要现场 PK 呢，原来啊是早就给这个沈之遥准备了歌啊！顾雨白居然联合其他选手作弊，真是太不要脸了！亏我之前还那么喜欢。天哪，如果这事落实了，一定会冲上热搜。顾天王要塌房了！顾天王，你不惜冒着口碑崩塌的风险也要帮沈之遥，不是？你该不会还对他念念不忘吧？陆锦琛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之遥的能力远胜于我，根本就不需要我帮他。雨白，不用跟他们辩解，我有办法证明这首歌就是我写的。陆景琛，你说这样的金曲，顾雨白帮我准备了几首？这样的金曲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创作出来，就算是顾天王，应该也只准备了一首。好，那我就在现场再创作出一首金曲来，证明我的清白。再创作一首金曲？你以为金曲是3岁儿歌吗？要多少就有多少啊！对，只要我沈之遥想创作，就会一直灵感迸发。好一张伶牙俐齿，怪不得你刚才那么有底气的问他给你准备了几首。原来顾天王给你准备了可不止一首啊！那就让沈之遥就没有再继续原创下去的必要了。谁知道他唱的所谓的原创歌曲，是不是顾天王提前为他准备好的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只能出一道前所未有的题，让你没办法做。行了，不要再卖关子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鬼主意。瞧你这回事，我这还不是为了洗刷你抄袭的污名吗？这次你就用1个字创作一首金曲，能做到吗？就1个字，这怎么创作？创作金曲啊？这能上去吗？
就用这个啥字。什么？用一个字？什么字都没有，这怎么创作呀？这题出的也太变态了吧！陆景琛，你出这么刁钻的题，分明就是在故意为难沈之遥，你太卑鄙了。顾天王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这样出题，还不是为了证明你俩的清白，让大家减少对你的误解，为你挽回声誉。你怎么还能如此的不知好歹呢？是不是为我们考虑？你心知肚明。作为一个歌手来说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创作出一首金曲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现在你又居心叵测的增加难度，让他在短时间内用一个啊创作一首金曲，分明就是在故意为难沈之遥。顾天王，沈之遥的作曲能力，大家刚才都领会到了。你这样说，是不认可他的才华吗？沈之遥的原创能力，我非常的认可，但是你出题的居心和目的，我不认可。我倒是觉得这一道题出的非常完美。他沈之遥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好啊，那就让大家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资本嚣张。薛婉婉，你要知道，用啊做出一首金曲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在大夏也从未出现过。现在你又让他打破记录，在这么短的时间，哼，我看呀，你就是变着办法打压沈之遥。嫌时间短啊？那我可以给他加时间啊，只要他能按照要求创作出一首金曲，我们都可以等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沈之遥要是实在没有这个能力的话，还是乖乖退赛，别再继续逞强下去了。对联合作弊的污名已被定，这娱乐圈有我，他永远别想进去。薛婉婉、顾景琛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我接受挑战。如果我创作不出来的话，我退出比赛，并且永远不再踏入歌坛。而我要是创作出来，你陆景琛退出导师的位置，而你薛婉婉退出天赐之音歌手大赛。怎么样？我这个赌注，你们敢接吗？这沈之遥可真是大胆啊！他居然敢和深海娱乐的总裁叫板。是啊，他要是赢了还好，要是输了，整个娱乐圈不得封杀他？就是。沈之遥，你可要冷静啊！你现在才刚重新回归舞台，你可千万不要因为他们的挑衅和刺激，断了自己的夺冠之路啊！雨白，我这不是冲动，如果不让这两个狗男女闭嘴的话，那你的声誉以及我的比赛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。你说什么呢？谁是狗男女啊？沈之遥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我请问你，创作需要多长时间？你要说2-3个小时，那不，我们大家可没那么多时间听耗了。就是，大家可都是等着来看比赛的。你要是创他个半晌一天的，那这比赛还比不比了？这是分明又想增加难度，太过分了。说吧，多久时间创造出来，你们才敢跟我打这个比？古有曹植7步成诗，不如你今天就来个7步成曲，怎么样？没错，你要是在7步之内能创作出一首金曲，我薛婉婉就退赛。我陆景琛也辞去天赐之音导师位置，但是如果你创作不出来，你不仅要退出天赐之音的舞台，还要永远退出大夏歌坛。好，大家伙都是见证人。如果用一个啊字创造出一首金曲，你们可不要不认账。好，大家可都是见证人。如果我在7步之内用一个啊字创造出一首金曲，你们可不要不认账。好，我等着看你笑话。芷瑶姐姐，你可千万别让大家失望哦。芷瑶，你真的可以吗？现在麻烦台下的各位观众帮我一起数着，7步之内我用一个啊字创造出一首金曲。好！1、2，陆总，
这沈之遥的样子看起来信心十足，他不会真的可以创作出来吧？不可能，他就是在虚张声势吧。你以为他是什么歌神转世啊？我看他根本就唱不出来。没错，就算是整个大夏歌坛的所有金牌制作人全来，4也不一定能在7步之内创作出金曲。他沈之遥根本就是不自量力。5，之遥6，马上第7步了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各位，阿紫创作的金曲，我想出来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能写得出来呢？就算创作出来又怎么样？如果只是个口水歌，我们可不认。没错，不是什么随便哼两下就是一首歌的。要是应付人的口水歌，我们可不认。哼，是不是口水歌？你们说了不算，在场的观众那就是最好的评委。之遥，你好好唱，加油！顾景琛、薛婉婉，你们可要竖起耳朵听好，看我如何用实力完成你们这道刁钻且变态的难题。天哪！沈之遥居然在7步之内创作出这么震撼人心的曲子啊！一个阿紫，竟然唱出了磅礴大气、气势如虹的腔调。他怎么可能在7步之内创作出这么好的歌曲？这还是我认识的沈之遥吗？他说的没错，他竟然完成了如此刁钻的题目。乐坛要是有这样的人存在，那哪会有我们前辈的立足之地？这不是狠狠地打我们的脸吗？周天后，你说的对，这种不能让他迈入歌坛，要将他狠狠按入深渊，不能出来，你我才有出头之日。不能让他迈入歌坛，要将他狠狠按入深渊，不能出来，你我才有出头之日。之遥，我又看到那个曾经舞台上熠熠发光的自己，真替你开心。太震撼了！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么有才华的人，你们觉得我有必要和他联合作弊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！这首歌就是他实力的证明。就是。唱得太好了！谢谢大家的喜欢。陆景琛、薛婉婉，现在我完成挑战了，你们是不是也该履行之前的赌约了？赌约？什么赌约啊？我薛婉婉根本就没有说。怎么，你们还想耍赖不承认？你们可别忘了，在座的观众可都是我们赌约的见证人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没错。你一个6年都没有唱过歌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唱出这么好听的歌？一定是顾天王让后堂给你放了声源，很明显，你是在假唱。胡说！题目是你们出的，一个用阿创作出来的歌曲，我上哪儿去找声源？这分明就是之遥现场演唱。这首歌的确有问题，我当年凭借4个嗨 C 的高音，夺得高音天后之称，而他刚刚演唱的歌曲是比我更高的E6音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选手能完成的表演。沈之遥，周天后可是高音女音的行家，他都这么说了，那刚才那首歌绝不可能是你唱的。他觉得难度高，是因为他水平不行，而这种层次的高音，在我看来根本不值一提。沈之遥，你这话说的，你的意思是周天后的高音不如你吗？没错，他的水平的确不如我。你说什么？
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样风言风语的人。好，既然你们一口咬定我是假唱，那我今天斗胆邀请高音女王周天后跟我上台进行高音 PK， 一决高下。你居然要跟周天后比高音？周天后的高音可是世界顶级的存在，之前在格莱美比赛一展歌喉，那爆发性的高音震破了8个玻璃杯，至今无人打不过。就是啊，放眼全世界也没有人敢挑战周天后呀。沈之遥，周天后靠高音出名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玩泥巴呢，你居然敢跟周天后比高音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婉婉，你还是太善良了。有人找死，你为什么要劝他？周天后，有人不信你高音天后的威名，不如你出手教训他一下，也好让他长长见识。身为前辈，我原本不想跟你计较，但是没想到你如此狂妄自大，眼里压根就没有尊重2字。之遥，你是刚刚复出，嗓子还没有恢复到巅峰时期，还是不要进行这种高音的 PK 了。羽白，你放心吧，就算不是巅峰时期，他也赢不了我。你不知天高地厚，今天我周颖就要教教你如何做人。周天后，你打算怎么比试啊？众所周知，我周颖当年在格莱美用280分贝的高音震碎了8个玻璃杯，一战成名，至今无人超越。今天在这里，我就要重现当年光景，打破自己的记录。天哪，我居然能看到如此名场面！你说一会儿他不会给我的鸡头盖震碎吧？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共同来迎接这如此激动人心的时刻。在我的后方就是这世界上最为精密的分贝仪，用来实时监测歌手们的高音分贝值。在我前方则是歌手们用来挑战的玻璃杯。接下来周天后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！是谁快看，分贝仪的分值已经飙到了180了，不愧是周天后。周颖也是拿出真本事了，沈之遥这会儿估计腿都吓软了。太厉害了！周天后开始发力了，第一个玻璃杯破了。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，一座座。快看，分贝仪数值还在飙升，3个、4个，周天后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爆破4个杯子，看来他真的神血在握呀！是青藏高原，呀啦嗦，那就是青藏高。周天后唱炸了10个杯子，这次他沈之遥是输定了。不愧是高音天后啊，宝刀未老。周天后已经展示过自己的实力了，我看某人也就不用比了吧。就是，我劝你不要再自取其辱。我还没上场呢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之遥，要不然还是算了。周颖的高音实在是太高了，你千万不要为了赢他，毁了自己的嗓子。天哪，能压过周天后高音的，整个大夏乐坛找不出第2个。这下沈之遥肯定赢不了。所有人都不看好你，沈之遥，我劝你还是乖乖退赛吧。不就是震碎几个杯子吗？只要我出手，别说这2排杯子，
就算给我10排，我也震得碎了。只要我想，这屋顶我都能给你掀翻。连周天后才只能震碎10个杯子，他居然一开口就要震碎10排，还说要掀翻屋顶，真能装啊！真是不知者无畏啊！沈之阳，你还真不怕风大闪舌头？我沈之遥说到做到。陆总，您家大业大，不会舍不得这几排杯子吧？好，你敢要我就敢给。来人，再给他上10排杯子。沈之遥，你要的我给你了。如果你真能把这些杯子唱爆了，我就跪下把这些玻璃碎片全吃了。好，记住你说的话，我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真正的高音。接下来，我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，名字叫做《爱是你我》。爱是你我用心标志的生活，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。才30分贝，周天后一开口可就180分贝啊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话，还是赶紧滚下来吧，简直是丢人现眼。爱自由我的心，倾听你的忧伤。他沈之遥今晚要是能唱出高音的话，我就跪着给他唱征服。快看，分贝音数值飙到280了。他怎么可能唱这么高的音？快看，沈之遥也把杯子给唱爆了。哇，这么说，他岂不是跟周天后一个水平了？才唱爆5个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比周天后还差得远呢。天哪，分贝仪居然达到了480，他的高音居然和周天后持平了。之遥，没想到你现在比当年还要厉害。景琛哥哥，他不会真的还能往上唱吧？再唱下去的话，就真的要超过周天后了。不可能，他顶多和周天后打个平手，他没这个本事，他根本唱不上去。疯了，简直太疯狂了！天哪，爆破的杯子数量已经超过了周天后的，沈之遥要赢了！这不可能，怎么会有人打破我的记录？景琛哥哥，怎么办啊？他真的赢了周天后啊！就算赢了又怎样？他刚才说能把那10排杯子全唱爆，只要那些杯子还没爆，他就还是输。什么玩意儿？他居然把分贝仪唱爆了！10排，那可是整整10排50个杯子啊！这个记录，估计全世界都没有人能打破。我错了，这根本就不是人能飙出来的高音。他是神，他的高音是神呢！不，这还不是他的极限，他还能唱得更高。不可能，他已经把所有杯子都唱爆了，不可能再高了，就算神也做不到。
你们现在还觉得我刚才是假唱吗？这简直就是殿堂级别的高音。之遥，果然你还是当初的那个你。沈之遥，我承认是我输了，我周颖自此封麦，高音之王的称号让给你了。周天后已经认输了，陆景琛、薛婉婉，你们是不是也该履行当初的赌约了？陆总，别的都不急。我记得您刚刚说，只要之遥能够唱爆10排杯子，您就跪下，把所有的玻璃都吃掉。我堂堂陆总，怎么可能给你跪下吃玻璃碎片？陆景琛，我们打赌的事情，摄像机可都拍着呢，在座的各位都是证人。你陆景琛如果不想守约的话，明天的娱乐头版头条可就全都是你了。如果深海娱乐的股票全部下跌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跟那些董事长交代。下跪吃玻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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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跪！跪下吃玻璃，跪下吃玻璃，哦，快吃啊！陆景琛、薛婉婉，这玻璃渣好吃吗？沈之遥，一定是你在玻璃杯上做了手脚，你就是个卑鄙小人！就是，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比得过周天后呢？这两个人太不要脸了，事实摆在他面前都不认。是啊，沈之遥一首歌唱爆了几10排杯子，他的实力毋庸置疑。这群垃圾给我闭嘴！沈之遥，你以为你这样就是冠军了吗？陆景琛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天赐之音的冠军向来都是万里挑一的天赋型选手，而你的高音无非是勤学苦练的活气罢了。真正的天赋型选手，考验的都是音准。就是沈之遥，你赢了周天后又怎么样？我们比赛的最后一轮比的可是音准，要想拿冠军的话，先比了这一轮再说。陆景琛，你们太卑鄙了，竟然在这里随意更改赛制，增加比赛环节。我本来就是这个节目的赞助商，比赛内容我有权干预。陆景琛、薛婉婉，你们胡搅蛮缠的样子可真是太可笑，不就是比音准？好，我跟你们比。沈之遥，我就知道你会狂妄的应战，但比音准，我可以随意作弊。这一次，你死定了。陆景琛，我知道你们肯定在玩什么小伎俩，等着吧，我即将用我的实力揭穿你们。来人，上我们比试音准道具。各位观众，现场有20个碗，随机抽取碗的编号，由工作人员敲击对应的碗，选手猜音高，正确数量多的人就是这场比赛的冠军。沈之遥，音准这个东西可是天生的，识相点，你还是赶紧退赛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你以为你靠作弊就能稳赢？就你那点上不了台面的阴谋诡计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不堪一击。等我上了台你就知道，在权力面前，实力一文不值。给我等着，我来挑战。我已经提前把所有碗的音准全部记在手里，沈之遥，这比赛我赢定了。下面有请观众朋友们为薛婉婉挑选道具吧。那就选一个8号。8。这么快？回答正确。这也太简单了，直接挑3个吧。那就4号、6号、9号。薛婉婉，这就是你作弊的手段吗？太拙劣了。多希拉。
回答正确。哇，才女呀，这是。陆总，薛婉婉的音感实在是太好了，她就是一个天赋型的选手。这算什么？王婉，直接挑战5个音，1、2、5、10、16。拉刀咪发西，又一次回答正确。哇，厉害啊！太厉害了吧！太棒了，薛婉婉，你真神了！从她对音准的把握，就可以看出来她极高的音乐素养和极高的天赋。沈之遥，看到我这无人能及的实力了吗？这场比赛你输定了。沈之遥，如果你现在马上下跪给我们道歉，我可以考虑放过你。沈之遥，我承认你的高音和原创能力非常强，但是音准这个东西讲究的是天赋。薛婉婉的天赋实在是太高了，我劝你赶紧认输吧，你赢不了她。是啊，这场比赛还是别比了，认输吧。这位观众说的非常对，这场比赛确实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了，因为薛婉婉已经输了。沈之遥，说话要有证据，你凭什么说婉婉输了？因为薛婉婉刚才说的一个音是错的。沈之遥，别人夸你几句音唱的高，你还真找不到北。像你这种只会鬼哭狼嚎的废物，你懂个屁的音准！陆景琛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的我就是因为绝对音感，所以才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。无论多么细微的音高差，都逃不过我的耳朵。沈之遥，我承认你有几分才华，但是你也不要夜郎自大。刚才薛婉婉的音准全部正确，大家可是有目共睹的。那如果我能找出他薛婉婉认错音准的证据，沈之遥，你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这不是应该有的自信吗？我非常确定，薛婉婉刚才听的第3个音不是咪，而是降咪。沈之遥，你别在这胡说，我绝对不可能有错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上面写的就是咪，上面写的是错的，他敲出来就是降咪。沈之遥，我们提供的道具碗的音高都是精密仪器测量过的，不会出错。就是你再准，准得过仪器吗？周天后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的音感就是和音准仪一样准。请问，能麻烦提供一台音准仪吗？可以的。好，大屏幕打开音准仪。沈之遥，你要个音准仪吓唬谁呢？你要是不敢比，就赶紧认输，少在那耍花招。如果我刚才没记错的话，薛婉婉选的碗是5号碗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用音准仪来测一下，看这个碗测出来的音到底是不是降咪。跳人的小丑只会用这种垃圾手段来夺眼球。音准检测为居然真的是降咪！沈之遥，这绝对是你在搞鬼！我自己来。音准检测为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可能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各位，精准的仪器是不会发生错误的，但是碗在运输的过程中是会发生意外的。之所以这个5号碗它敲出来的声音从咪变成了降咪，是因为在运输的过程中发生了磕碰，碗底出现了裂痕，所以才使它的音准发生了变化。快看，碗口果然有个裂纹。一定是你这个贱人在这做了手脚。对你做手脚，以我的实力，这种小伎俩也不会用在你身上。你干什么？我举报薛婉婉在刚才的比赛环节作弊。我没有。没有的话，你敢把手掌打开让大家看看吗？大家请看，他薛婉婉提前把所有的答案写在手心里，根本就不是所谓的音准天才。薛婉婉，你个作弊狗，给我滚下去！
薛婉婉，我以为我发现了一个音准天才，没想到这竟然是一场骗局。沈之遥，人的耳朵能听到的音高有88个，而这里只有20个碗，你蒙对的概率连1/1000都不到。虽然我输了，你也绝对赢不了。真是可笑！我为什么要蒙？我可是有绝对音感的人，这里不过就20个碗，对我来说不过就是易如反掌。沈之遥，你又想出新花样，我怎么不知道还有什么狗屁绝对音感？陆景琛，你对我的才华一无所知。沈之遥，能力和才华不是靠嘴说的，你还是抓紧用行动证明自己吧。哆咪发降咪拉嗦发降嗦。我的天，沈之遥居然能说出每个碗的音高！看来我真的是低估他了，没想到他才是那个真正的音准天才。大惊小怪什么？觉得他是不是又跟顾雨白串通一气，提前作弊？陆景琛，你承认之遥很优秀很难吗？你，各位，想要知道音准并不困难，有绝对音感的人都可以做到，难的是如何把这些高低不同的音符一个个巧妙地串联起来，形成一首沁人心脾的音乐。接下来我将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表演。什么？那现在正式开始。敲的什么玩意儿？乱七八糟！你懂什么呀？用几个碗就能敲出一首绝妙的曲子，绝对是天才，全球作曲第一人。这个调子简直太好听了！就是啊，这才是绝对的音准。沈之遥比薛婉婉强100倍。从创作能力到唱功再到音准，这沈之遥简直是天选音乐人，是世界级的天后。什么天后？只要有我在，他沈之遥永远都别想出头。哇，这好厉害啊！太棒了！陆景琛，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认输了？谁说我输了？就你这敲的跟要饭似的，根本不会发挥。沈之遥扰乱会场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取消他的比赛资格。陆景琛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打压之遥？我什么时候打压过你？艺术的评价本来就是主观，更何况他沈之遥涉嫌抄袭，根本就没资格参加天赐之音。你少在那歪曲事实，分明就是在打击报复之遥。就是有你们这些以权谋私的资本家，乐坛才会埋没了很多有才华的新人。沈之遥这么有才华，天赐之音的冠军就应该是沈之遥的。没错，沈之遥是冠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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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闭嘴吧，你们这群傻逼观众！你们懂什么？他沈之遥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们这么听他？我们是替正义说话的，是替才华说话的。没错。你们再不没有用，只要我想封锁消息，这个节目就不会出现他沈之遥一丝一毫的痕迹。公开玩黑幕，肆意打压有才华的新人，乐坛就是因为有你们，才会变得乌烟瘴气。深海娱乐告诉你，迟早会遭到反噬。打压有才华的人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关注你们深海娱乐的明星了。许光和沈之遥，你们迟早会后悔的。是吗？我看后悔的人是你吧。之遥，我用滚碟娱乐最高级别 S 级签约你，签约费3000万，你愿不愿意？3000万？这可是天后级别的人才能拿到的签约费，他沈之遥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出道的新人，凭什么能拿到这个档次的签约费啊？就是，
3000万签约一个过气的废物，你有钱烧的吧？因为他值得。凭他的努力，我相信在1个月以内，他就可以成为顶级的音乐天后。就他还天后？没毛的麻雀飞上枝头，你也当不了凤凰。他沈之遥不过就是一个我玩腻了的游戏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出人头地。狗眼看人低。好，既然你们有眼无珠，那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沈之遥的未来不可估量，哼，我相信你们早晚会有一天看到他成为巅峰的。我有说错吗？他顾雨白处处附和，不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女人吗？沈之遥，你可真不要脸！在我这当了6年的余力，现在又跑去给他顾雨白当主。景琛哥哥，沈之遥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打你喜新厌旧，背弃我们3年的感情。这一巴掌是打你替薛婉婉做伪证，联合其他导师一起污蔑我。沈之遥，我这一巴掌是打你污蔑我，毁我清白。陆景琛，我自认为这3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你跟这个贱人勾搭在一起，我想着我们可以好聚好散。既然你学不会尊重，那就让你彻底明白惹怒我的代价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想让你彻底身败名裂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可是深海娱乐的总裁，而你只是个只会剥虾的废物。你拿什么让我身败名裂？当然是凭借我的实力。雨白，我答应加入滚蝶娱乐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只要你肯加入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我要滚蝶娱乐50%的股份。50%的股份？你知不知道光1年分红就有多少？他顾雨白怎么可能答应你？我答应。沈之遥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出道的新人，顾天王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就是啊，顾天王，你就算是精虫上脑，你也不能干这种糊涂事情啊！这样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我可以把滚蝶50%的股份转让给你，而且我还要把所有的资源都倾注于你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这样，你当众创作出那么多金曲，首首经典，首首惊艳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一定可以成为世界级天后，带领我们滚蝶娱乐走向巅峰的。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疯了，都疯了！顾雨白，你拿出半副身家去挺这个废物，看来我深海娱乐马上就要超过你，成为娱乐圈第1龙。乾坤未定，鹿死谁手，犹未可知。陆景琛、薛婉婉，你们还是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为数不多的逍遥日子。毕竟我马上就要成为大夏最新的资本，带领滚蝶娱乐彻底吞并你。这样，我们走吧。贱人！景琛哥哥，怎么办啊？你答应了要把我捧成天后的，现在风头全都被沈之遥给抢走了。不用担心，我才是这场比赛的赞助商，播什么不播什么，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情。可是顾天王他答应把滚蝶娱乐50%的股份都给他，他要是真成了股东，他肯定会回来报复我们的。他顾雨白怎么说也在娱乐圈混迹了大半辈子，怎么可能真的把身家送给沈之遥？他不过就是想睡他，等他玩腻了，自然会一脚踹回北荒原。对啊，怎么会有人蠢到白白把身家送给别人？他肯定是在糊弄沈之遥。沈之遥，不要以为写了几首歌就能征服全世界，我会让你知道背叛我的下场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股份转让合同。雨白，你确定你要把滚蝶娱乐50%的股份都给我吗？你确定你要把滚蝶娱乐50%的股份都给我吗？当然了。这个决定太重大了，你真的再不考虑一下了吗？之遥，
我知道你的实力不在我之下。经过这次比赛呢，我更加坚信这一点。你看，现在的乐坛死气沉沉的，缺少创新。这样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带领我们滚蝶娱乐打破这种僵局，开创崭新的局面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就合作愉快，沈总。合作愉快，顾总。陆景琛偷走了《领悟》这首歌，还注册了他们的版权，这样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不仅仅是领悟，我看了深海娱乐这些年发行的歌曲，原来陆景琛早就把我的歌曲拼接重组，卖给了其他歌手。陆景琛简直就是音乐界的败类。这样，你还有什么记录能够证明这些歌是你的原创吗？毕竟打官司得有足够的证据才行。有，我有一些之前我创作时的手稿，都在我朋友那里，所以陆景琛他不知道。好，我现在就派人去搜集深海娱乐侵权的证据。放心，属于你的，我一定会重新帮你夺回来的。没想到顾雨白真的要帮沈之遥，居然要帮他开出道演唱会。景琛哥哥，那怎么办啊？要是真让沈之遥捧成天后了，那岂不是要骑在我们头上了？放心吧，绝不可能。你刚刚拿到了天赐之音的冠军，趁着这个热度，我帮你发行一张专辑，只要运作得当，你的名声肯定会暴涨。可是一张专辑而已，真的能压得过他们？放心，到时候我会帮你邀请业内举足轻重的大佬，只要能得到他们的支持，你肯定会比沈之遥更早成为天后。谢谢景琛哥哥，还是你有办法。这个新专辑发布会，我不仅邀请了那些大佬，我还要让沈之遥那个女人过来，我要让她知道，当初离开我是多么愚蠢的决定。这样，这是什么？薛婉婉的新专辑发布会的邀请函。薛婉婉？她怎么会给我发邀请函？也许是鸿门宴。不，这定是陆景琛的手笔。像他那种自傲自大的人，肯定会想尽办法向我显摆。他呀，蹦跶不了多久了。深海娱乐侵权的证据已经整理完了，他很快就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陆景琛这个人的人品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我猜他为了给薛婉婉炒作，肯定邀请了行业内很多专业的大佬。你说的没错，陆景琛这次办的宣传酒会上确实来了很多演艺圈的大佬。如果薛婉婉的专辑被用作电视剧或者电影的主题曲，那它的商业价值还会不断的上升。就算没被选上，陆景琛肯定会搞出一个疑似被选上的烟雾弹。毕竟为了炒作，他才不在乎用了什么手段。这陆景琛邀请你，我觉得他就是在故意挑衅你，让你在众人面前难堪。这样，你确定要去吗？去，当然去。既然他陆景琛搭这个台子向我显摆，那就别怪我将他的台子彻底掀翻。陈老师，郭导，这位就是我们公司的薛婉婉。今天就看你好好表现了。您放心，我今天一定会给您一个惊喜的。看见没？其他的呀，你都不需要关注，你只需要关注陆景琛敬酒的那两位。左边的那位就是著名电影导演郭帆，他的上一部电影《地球远行》票房超50亿呢。右边的那位
就是电视剧女王陈薇，她的电视剧碾压所有电视剧的收视率。这陆景琛啊，肯定是希望这2位看上薛婉婉的歌曲。哟，陈之遥，你还真敢来啊！怎么样？看到我在娱乐圈有这么强大的人脉，是不是后悔离开我了？陆景琛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自负又可笑。你以为靠这些所谓的人脉，还有靠那些偷来抢来的东西累积起来的高位，能持续多久啊？你懂什么？我陆景琛靠的是自己的本事才站在这巅峰之上，而你呢，只能跟着我的手下败将，一辈子在顶层挣扎，永无翻身之日。那我就再送陆总一句话：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我倒要看看，当你这些虚假的东西一旦被揭穿，你还能在这高位待多久啊？景琛哥哥，这女人只不过是嘴硬罢了，咱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非常感谢各位赏光来参加我们婉婉的新歌发布会，我陆景琛倍感荣幸。在这次专辑中，婉婉精心挑选了几首金曲供大家欣赏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角薛婉婉登场。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角薛婉婉登场。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参加我的专辑发布会。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是我精心创作和挑选的，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。接下来我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《睫毛弯弯》。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？好喜欢你，却说好久不见，你并在经历思念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我说的嘴边怎么会转弯？这首歌的歌词虽然普通，但是旋律还是很不错的，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还是可以的。是啊，这个节奏非常动感，让人忍不住都想跳起来了。大风吹吹什么？这一见钟情的人。不愧是著名作曲家林清燕写的歌，节奏轻快，朗朗上口。是，哎，你怎么样？有信心迎战吗？当然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一般，我手里就有一首更好的。沈之遥，你是故意的吧？这是我的专辑发布会，你刚刚不是说想请大家指教一下？我指教了，怎么你又不乐意了？还是说你刚才说请大家指教只是客气一下，你根本就不是诚心想请教大家的？沈之遥，你不过是个未出道的小角色，你凭什么指教婉婉？沈之遥是我们滚蝶娱乐的签约艺人兼股东，难道我们滚蝶不配评价薛女士吗？顾天王，我知道你滚蝶娱乐是娱乐界的头把交椅，但是在商言商，你何必为了一个女人跟我陆景琛作对？是啊，顾天王，以您的身份和地位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会没有啊？没必要在一个捞女身上浪费时间。哼，你们少在这胡说八道。沈之遥之所以能站在这儿，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才华。雨白，你不用再跟他们白费口舌。陆景琛，我刚才说我手里有一首歌更好，你如果觉得有假，那就让我上去唱一下试一试，或者直接承认我唱得更好也行。不可能，你要唱就唱呗，我还不信了。
你一个依附在男人身上的金丝雀，会写出比金牌智取人还好的歌曲。好，那你就给我听好了。各位，接下来我要演唱的这首歌曲，名字叫做《来自天堂的魔鬼》。夜里做了美丽的梦，想清醒我却抵不过心动。这节奏，这歌词，简直让人抑制不住啊！好抓耳的旋律啊，仿佛置身于梦中。沈之遥，你居然敢在我的地盘上捣乱！You took my heart aw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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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way. My head is blown aw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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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way. 这嗓音绝了，简直就是天籁之音啊！哎，顾天王，您看要不要让沈小姐来担任我们开幕式的主演嘉宾啊？不妨等她一会儿下来自己问一问。景琛哥哥，不能让他再抢我的风头了，你快想办法把他赶出去啊！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也不看这什么场合，在这儿动手，我的面子往哪搁？可他这也太欺负人了！这明明是我的专辑发布会，这些人不也是冲着我才来的吗？怎么？你跟那个只会剥虾的黄脸婆不一样，越是这种情况，越要保持风度。赶紧去准备你下一首歌吧。可他要是还要自己上去唱怎么办啊？你放心，下一首是我花了大价钱请人专门为你写的，他沈之遥再会唱，也绝对不会比这首歌好。沈之遥，我承认你刚才那首歌的确很独特，不过晚晚还有一首歌曲，名字叫《爱你》，是大名鼎鼎的情歌王后杨月专门量身为他打造的，他马上就要唱给大家听了。不妨听一下你的高见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这杨月号称情歌皇后，她的创作能力不止于此啊。这首歌太过于简单无聊，不像是她的创作水平啊。薛婉婉呢是个大白嗓，有难度的歌她肯定唱不了。为了能让她唱这首歌，杨月肯定是降低了难度，所以就只能这样。这首歌词曲简单，而且朗朗上口，传唱度很高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薛婉婉就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存在。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我觉得这首歌苍白无力，根本算不上情歌，最多只能说是首儿歌。沈之遥，故意找麻烦是吧？我说的是实话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不如让我上去唱一首情歌，让大家来比较一下。沈之遥，今天是我特意为婉婉举办的新歌发布会，你就算再嫉妒，也不用接二连三的整事。你刚才不是说要听一下我的高见吗？怎么，我现在说了，你们又不高兴了？什么高见啊！一个连出道都没出道的废物，你什么身份地位啊？还敢对我指手画脚？能不能指教，看的是实力，而不是身份。实力？今天在场的都是业界里面的大佬，他们没有一个站出来说婉婉唱的不好，只有你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比在座的大佬更厉害？我可没有这么说，还是你说的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大佬，兴许各位大佬听出来了，只是不想说而已。
我也觉得薛婉婉的这首歌非常的无聊无趣。那既然有人有更好的，不如给大家听一听怎么样？既然顾天王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就听一下。谢谢郭导，加油！能作为您的电影主题曲的话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好，等新歌发布会结束，咱们就签约。沈之遥，真是够了！一次两次的给你面子，你竟然在我的新歌发布会上要求签约的事情。郭导赏识我，所以才会选择我的歌作为他新电影的主题曲。你要是真有实力的话，当然会有人来找你签约的。说到底，不过还是因为你的歌不够好。你这个女人，今天就是故意来跟我抢合作的。是又怎么样？我的歌就是比你的好，不然怎么大家都在选我，而不选你？你别得意，我今天准备的可不止这一两首，我就不信你每一首歌唱的都比我好听。我的下一首歌是一个武侠风的歌曲，因为我听说陈伟老师正在拍一部武侠风的电视剧，所以呢，我专门请人写了这首歌，名字叫做《人间惊鸿客》。这个薛婉婉就差直接说让陈伟把这首歌当主题曲了。听说这首歌是陆总花了大价钱，请了快要退休的云溪老师写的。云溪老师可是陈伟老师的偶像啊！偶像？那如果是偶像的话，那大概率陈伟老师会选这首歌呢。风翩翩，云渐渐，
情山里水间，子夜天上一天，你上过一年，在新月上就。云溪大师的歌词绝了，搭配上这悠长而又不失轻盈的伴奏，真的太棒了。确实，这首歌从作词到作曲都很不错，只可惜薛婉唱功不好，整体拉低了这首歌的档次。盛世片，清风空气线，花开繁华正少年。陈老师，您看这首歌怎么样？这首歌可是云溪大师写的。云溪大师，我说呢，这歌词这曲风简直是绝美。风吹面，美几人流连，看世间风华无边。这样，我怎么感觉陈伟已经打算选薛微微这首歌？放心，不会让他有这个机会的。陈老师，您觉得我的新歌怎么样？很好，不愧是云溪大师一流的作品。我武侠电视剧的主题曲就用你。陈老师，现在做决定还有点太早了吧？什么太早？我自己的电视剧用什么样的曲子，我自己还不能决定。我就是觉得您现在做决定有点早了，万一等会儿听到了更好的歌，您后悔了怎么办？好大的口气呀！你怎么就肯定我一定会后悔的？您一定会后悔的，因为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，薛婉婉要好上10倍。是这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比我好10倍？这说大话说上瘾了吗？我从来不说大话，就是不知道陈老师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唱一下。哼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说自己写的歌比云溪大师还要好上10倍。陈老师，你明节怪，沈之遥就是个只会风言风语的女人，我这就叫人把她赶出去。不，我要听。不，我要听。你说什么？我倒是想要听听看，在他口中，这传说中比云溪大师还要好上10倍的歌曲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不过小姑娘，我告诉你一句，我是看在你之前唱歌唱得不错的份上给你这个机会，但如果你唱的歌不如云溪大师的好，那你就要给他道歉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比薛婉婉好上10倍的歌曲，名字叫做《笑红尘》。笑红尘，好名字啊！歌名好听有什么用啊？又不是比歌名。当然不是，薛婉婉，你可听好了，我这首比你好上10倍的歌曲是这样唱的。红尘多可笑，痴情最无聊，目空一切也好。此生未了。真好听，红尘多可笑，痴情最无聊。这首歌的歌词简单又有深意，有入世的萧然和出世的洒脱。沈之遥真是太厉害了。看来啊，他的歌声又征服了一个人。爱恨一笔勾销，对酒当歌，我只愿开心到老。风再冷不想逃，花再美也不想要，任我飘摇。啊，这词曲，这唱功，这符合人生潇洒的态度，简直就是我主题曲的专属呀！陈老师，您刚才不是说要用婉婉那首歌吗？我现在后悔了不行吗？再说不动还能行？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把这些大佬拉在一起，早给我给这个女人当下一巴。不再跳，长夜漫漫不觉晓，将快乐寻找。沈小姐，抱歉，刚刚是我说话不好听。您的这首歌可以作为我电视剧的主题曲吗？我找这首歌已经找了好多年了。陈老师啊，你刚才不是说要用薛婉婉那首歌作为主题曲吗？这首曲子就让给我了，我正好要拍一部武侠电影。
你的电影还没拍呢，我都已经拍完了，我比你着急。你那电视剧有多少预算呢？能配得上这么大气的歌曲吗？沈小姐，这首歌给我，版权费不是问题。你拍电影拍得慢得要死，这首歌能等你好几年吗？争起来了！天啊，我在娱乐圈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这么2位重量级的大佬争吵成这个样子。沈之遥真是太厉害了！好了，2位老师，如果你们都非常喜欢这种古风金曲的话，那我可以再创作几首给大家。什么？笑红尘这首曲子已经是实属难得了，你还有别的？那好，赶快唱，赶快唱！对，赶快唱，多唱点儿。月光色，女子香，泪断剑缘情多长，有多痛无自想，忘了你。字字珠玑，句句含情。而且歌声豪放又洒脱，并且还有柔情在里面，真的是一首好曲子呀！这高难度的转音跟词曲配合起来，把人立刻带入到了一个刀光剑影、侠骨柔情的武侠世界。有谁能称王？过星关，谁更？这首歌我也要了。什么就你要了？这首歌最后落谁手里还不知道呢。有完没完呀？行了，2位你就别争了。志尧不是说了吗？后边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歌，你们不妨再听一听。谁最狂？一朝花开傍柳，寻香无觅听候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嗓音治愈，曲意悠长，又是一个传世的佳作呀！词曲委婉惆怅，情感细腻饱满，这简直是我下一部电视剧量身定做的呀！松把木回首，无语虽可透。姐姐哥哥，再让薛婉婉唱下去，我就真的没戏了。没事，她想唱就唱吧，到时候这些歌都是我们的。你是说她唱的歌都是我们的？姐姐哥哥，这真是个好办法。沈之遥，这场专辑发布会是我开的，人是我叫来的。你想在我这儿出风头，那你就得付出点。唱得太好了！没想到啊，沈小姐说在我的专辑发布会上献上几首歌，没想到是这么好听的歌啊！什么送你歌？我是看你唱的不好，所以才上台唱的。沈之遥，都这个时候就别演戏。各位，沈小姐今天在这大闹发布会啊，其实都是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呀。沈小姐刚才唱的那几首歌呢，之后也会发布在婉婉的这张专辑里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说怎么薛婉婉的发布会一直是沈之遥在唱歌呢？可是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提前说好的样子呀。你们胡说什么？之遥的歌凭什么要放在薛婉婉的专辑里面？当然啦，沈小姐在我的专辑发布会上唱歌，当然是要写在我的专辑里了。想在我的发布会上出风头，没门儿！你们这是在强抢！不听话，这怎么能是强抢呢？那我开的发布会，您带着您公司的艺人过来，送上几首歌，这是礼尚往来吗？什么礼尚往来？我告诉你，之遥的歌，我一首都不会给你们。可是顾天王带着人来我的发布会大吵大闹的，还不送歌，这恐怕说不过去。我出道这么多年，什么风言风语我没听过。反正我手里的歌多，送你几首也不是不行。之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的歌怎么可以给他们？光送一首歌可能还不够，我还有好几首歌。之遥，你疯了？凭什么要送他们？别着急，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想要我的歌，还要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拿到。我的这几首歌送给你可能还不够，要不我再送你几首歌？可以啊，你要想送的话，多少首都可以。刚才你也说了，礼尚往来。我刚才唱的这3首古风仙侠金曲都可以给你，那你能给我什么呢？这还不简单，等这张专辑发布了，我给你30%的销售。什么？30%？知瑶写歌的这个质量都远超专辑当中其他几首曲子，给90%都不为过，你居然只给30%？先别着急，30首金曲给我30%，那我要再写10几首的话，那是不是这张专辑的所有盈利都要给我？10首？开什么玩笑？你能写出10首金曲？我当然可以，只要我想写10首、20首，我都可以写出来。好，你要是真能拿出20首金曲，这张专辑的所有销售额都给我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拿纸和笔过来。装模作样，还一口气写20首，真以为自己是天才啊！沈之遥，今天坐在这儿的都是行业里面的大佬，你敢在这儿放大话，你就等着被封杀吧。这写的也太好了吧，之遥，你简直就是个天才。这几首歌刚好是男女对唱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吗？我当然愿意。你们可要听好了，这第1首歌叫做《有点甜》。摘一颗苹果，等你从门前经过，送到你的手中，帮你解渴。像夏天的可乐，像冬天的可可，你是对的时间，对的角色。已经约定过，一起过下个周末。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我也不知为何，伤口还没愈合，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。这首歌充满了年轻的活力，跟刚刚的曲风截然不同啊！沈小姐真的是厉害，小年纪居然可以在不同音乐风格之间自由切换，真的是前途无量。景真哥哥，这沈之遥居然真的写出来第1首了。你让他唱呗，反正到最后他所有的歌都会加入你的专辑。爱要精心来雕刻，我是米开朗基罗，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思念是眉间的痒，越念念望相思，寻常最长久。这歌仿佛瞬间把人带到了缥缈的仙境。没错，通过这首歌，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，这也太适合电视剧了。这一路多么多么。
鲜花，潮起潮落始终不会真爱的相约，几分苦痛的纠缠，多少黑夜挣扎，紧握双手，让我和你再也不离分。沈小姐，顾天王，你们的合唱简直是天作之合呀！对，每一首歌曲都能成为红遍大街小巷的金曲啊！两位老师在影视圈混迹这么久，听过的金曲没有1000首，也有800首了。您觉得我刚才唱的这20首算是金曲吗？算，当然算。你这20首是当之无愧的金曲。好，陆景琛，现在这20首金曲我已经写好了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制作呢？刚才可是你说的，这些歌曲所有的销量全部都算我的。放什么屁呢？我要真把这张专辑所有销售额给你，那我岂不是要亏几百万了？刚才可是你答应的，在座的各位可都听到了。陆总，难不成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反悔吧？陆景山，做人不能言而无信，我劝你赶紧把沈小姐的专辑给出了。不行，那张专辑里还有几首是我的歌呢，那我岂不是成了她的陪衬了？绝对不行！薛婉婉，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。我们都已经听到了，你刚刚答应大家了，也跟沈小姐说了，只要她创作出20首金曲，你就把这张专辑的销售额全部送给她。那也不行，这些专辑都是我熬了不知道多少年才写出来的，绝对不能给她。薛婉婉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废物，那为什么上一次的天赐歌手大赛你又输给我？怎么回事啊？薛婉婉不是天赐歌手大赛的冠军吗？怎么会输给沈之遥呢？这次天赐之音的主办方是深海娱乐，那还不是想让谁赢就让谁赢啊？那是你在作弊！到底是我在作弊，还是你联合陆景琛在背后搞黑幕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陆总，沈小姐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程老师，你别听沈之遥瞎说，是因为他在比赛中作弊，被取消了参赛资格，对我们怀恨在心，故意泼我们脏水的。陆景琛，你以为你抹掉之遥的参赛痕迹，你跟薛婉婉所做的所有事情就能一笔勾销了吗？大家看这里。这是天赐之音的比赛现场吗？薛婉婉，原来你才是作弊的那一个。当时薛婉婉明明已经承认了作弊，可是她仗着陆景琛是投资人的身份，在比赛内容播出之前就把我所有的出场画面全部都删掉了。我没有，是沈之遥瞎说的。薛婉婉，证据确凿，你还在狡辩？你把我们当傻子吗？郭导，把我们当傻子的是他沈之遥。你们仔细想一下，如果我真有那么大权力删除播出画面，那他们怎么可能还有视频啊？这根本不合乎常理啊！对啊，就是他沈之遥嫉妒我，所以才合成这种视频来陷害我的。陆景琛，到现在你还在狡辩，你别以为当时的视频你全部就删掉了，恰好当时的观众有人拍好了视频，并且发给了我。切，这也只是你一面之词罢了。沈之遥，你想就凭这一个视频就把我陆景琛拉下台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是真的，网上还有人传的视频，各个角度都有。这一次他是要完蛋了。深海娱乐呀，能抹除沈之遥的参赛记录，但是堵不住我们现场观众的嘴。薛婉婉，我真是看错了你，像你这种道德败坏的人，根本不配唱于西大师的作品。哼！我郭帆绝对不会和你这种劣迹艺人合作，还有你这种无良公司。作弊的事情被公之于众，估计整个大厦都不会再有人跟他们合作了。那还不是罪有应得？这些年一直都是陆景琛在背后捧着他，现在啊，陆景琛都被大佬挂上黑名单了，他的后路呀断了。景琛哥哥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没有练书，要不是你这个废物，我怎么可能丢这么大的人？各位，
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深海娱乐跟旗下艺人薛婉婉解除合同。从今往后，薛婉婉的任何事情跟我深海娱乐没有关系。金翅哥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们是一起的。你说过要把我捧成歌坛天后的，联合导师作弊也是你教我的呀！闭嘴！来人，把这疯女人给我带进去！不，金翅哥哥，你放开我！你混蛋！沈之遥，我已经跟薛婉婉解除了合约，她的专辑停发，销售额你也别想要。陆景琛，你以为你现在抛弃薛婉婉，你所做的孽就能还清了吗？你造的孽，只能你自己来偿还。什么意思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陆总，不好了，有人举报你盗窃了大量的歌曲版权，相关部门已经来人，要带您去接受调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现在我们公司股市大幅度下滑，曾经与我们公司合作的歌星一窝蜂提出解约，还有人因为我们公司染上了版权纠纷，要联合起诉。沈之遥，是你干的？陆景琛，还不都是因为你蠢，将盗窃版权的事情揭露给我。我之前歌曲手稿的那些东西，我都保留原件。你违法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，接下来你就接受法律的制裁吧。之遥，我们有话好好说，我们毕竟还有6年的情分，你总不至于毁了我吧？你联合薛婉婉污蔑我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想过我们有6年的情分？不是这样的，这一切都是薛婉婉蒙蔽我的。之遥，你相信我，我心里还是有你的。你要是还想再出口气的话，我找人去把薛婉婉弄死。果然离开你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像你这种冷血无情的男人，剩下的时间就去牢里好好悔过。之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是这样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是这样。陆景琛，过去的纠葛到此为止，我们之间彻底了断了。这样，刚刚得到消息，深海娱乐侵权的事情已经查实，陆景琛已经被正式逮捕了。他盗窃我作品版权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。陆景琛一心为自己减刑，听说为了付和解费，把家里的别墅都已经变卖了，估计出来啊，也只能流落街头了。这些都是他应得的。哎，来，为了庆祝你摆脱这段过去，我准备给你举办一个就任仪式，正式宣布你股东的身份。这个仪式非办不可吗？嗨，你现在可是我们滚蝶娱乐的大股东，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。玉白，我在想，可不可以办一个慈善晚会，到时候在晚会上再宣布我股东的身份。慈善晚会？慈善晚会？玉白，你看，最近云市呢发生了重大的水灾，伤亡惨重。我在想，要不要办一个慈善晚会，邀请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明星，带动国内外的粉丝，给受灾的同胞进行捐款，也算是功德一件嘛。这样，你说的对，同胞身陷危难，我们确实应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你放心，这个慈善晚会，我一定会帮你办好的。哎呀，真不愧是滚蝶娱乐举办的慈善晚会，这可真是太气派了。顾雨白还真会钻空子，借着云市水灾的由头搞出这么大的一出慈善晚宴。不过说到底，也不过是为了他们滚蝶娱乐炒作造势。你就别管他是不是炒作，别忘了我们今天来是干什么。这个慈善晚会邀请的可都是大夏娱乐圈顶级的天王天后，你之前可答应过我，要给我引进圈内大佬的。放心，我在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，人脉还是有的。只要你今天乖乖听话，我保证能让你再次翻红。哎，对了，老公，我听说顾天王举办这个慈善晚宴，不仅是为了募捐，还要宣布他们公司的新股东。你知道他们的新股东是谁吗？不清楚，只听说好像是他们公司马上要出道的新人。不过一个刚出道的新人，
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财力和影响力？不管他是谁，总归不是些小人物。老公，我们要抓住这次机会，跟这个新股东搞好关系，说不定能促进我们昊天娱乐跟滚蝶的合作。那时候我们在娱乐圈的位置就更加稳定了。你说的没错，等会儿我就找人帮我们引荐一下。这是沈之遥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沈之遥就是当年那个在歌坛新人赛上横空出世的音乐天才。什么音乐天才？他沈之遥不过就是走了狗屎运，选的歌正好对上了几个评委的喜好罢了。哎，我听说他当年得了冠军之后就退圈去傍大款了，今天他来干什么呀？还能来干什么？他之前傍的那个大款陆景琛已经破产了，现在他没了靠山，当然是过来找新男人了呗。哼，这么急着找下家，果然是个爱钱如命的贱货呀。好久不见啊，沈之遥。李菲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这场宴会邀请的可都是大夏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顾天王也要宣布他们的神秘股东。这么隆重的场合，你这个过气的老女人来凑什么热闹？因为版权纠纷的事情，我的出道演唱会推迟，跟郭导和陈老师的合作也没有完全敲定。看来他还不知道我现在的身份。沈之遥，我问你话呢，你没听见吗？李菲菲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看来你还是没有学会什么叫做尊重，什么叫做礼貌。沈之遥，我承认当年的歌坛新人赛你是赢了我得了冠军，可现在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现在呀，我可是嫁给了昊天娱乐的总裁，你呢不过就是一个被金主抛弃了的黄脸婆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这种地方？我身为大夏的人，大夏的同胞受苦受难，我过来捐款，还需要什么资格？话说得好听，今天来这个慈善晚会的可都是知名歌手，都是来为灾区儿童捐款的，怕不是有些人只想蹭蹭镜头，一分钱都捐不出来吧？你还真是龌龊，无数的灾民在灾区等着捐款救命，而你只想着镜头，想着曝光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说的怪好听的，就你懂人性，就你高尚呗，也真不知道你在这里装什么大善人。在这娱乐圈里混的，谁不想自己更出名更风光了？你在这里装什么清高呢？利欲熏心，寡廉鲜耻，我跟你这种人没有什么话可说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老公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快看，这个贱人他欺负我！你敢欺负我老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敢打我？像你这种欺负女人的男人，我打你就算轻了。臭婆娘，老子可是昊天娱乐的总裁，敢欺负我，看我怎么弄死你！是谁敢在我们滚蝶娱乐闹事？是顾天王来了，贱人，你这下可惨了。顾天王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呀！可沈之遥出言不逊，我就是想教教他，没想到他竟然推我，还动手打我老公。就是啊，顾天王，我们可是你们滚蝶娱乐请过来的客人，今天这个事儿，你非给我个说法不成啊？你既然想要说法，我给你。保安，沈之遥，顾天王发威了，这下你可惨了。敢惹我林昊天，我有的是手段弄死你！干什么？你们搞错了，搞错了！顾天王让你们收拾的是那个贱人。顾玉白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赶紧让你的人把手给我松开！这样，你没事吧？你看我像有事的样子吗？沈之遥，我说你怎么来滚蝶娱乐，原来是勾搭上顾天王了呀！李菲菲，你这个人还真是龌龊，总是喜欢把别人往不堪的地方想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沈之遥，你以为你还是6年前那个天之骄子？你这个过气的老女人，那些大人物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。我根本就不需要入任何人的眼，因为我就是你们口中的大人。一个没了靠山的情妇，你算什么大人物？
之遥说的没错，他根本就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因为他现在是我们滚蝶娱乐的新任股东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沈之遥他6年前就退圈了，这么多年来一点成绩都没有，他怎么跟滚蝶娱乐搭上合作的？没错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型歌唱比赛的冠军，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本，怎么可能当得上股东啊？我最大的资本就是我的才华。你有个屁的才华！这6年来你一首歌都没写过，你那些才华全拿去哄男人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你说的对，过去的6年，我确实把我的青春错误地浪费在了一个男人身上。不过现在，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道路。我现在是滚蝶娱乐的股东兼签约艺人。今天的慈善晚会就是我举办的。瞎话编得可真像啊！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会相信吗？随便你们信不信，反正等会儿我就要宣布了。我不管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，顾雨白，我知道你们滚蝶娱乐家大业大，但是我们昊天娱乐也不是吃素了，让你的人现在就把手给我松开。今天的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好，那我顾雨白就告诉你，我根本就没把你们昊天娱乐放在眼里，把他们给我带下去。等等，雨白，来者皆是客人，既然他们是来捐款的，那我们为什么要赶他们走呢？来者皆是客，既然是客，还给人打成这样。我把他当客人，可是他不把自己当人，我只能教教他怎么做人喽。好，都听你的，咱们先进去吧。松手！你没事吧，老婆？林昊天，你刚刚怎么不替我出头啊？眼睁睁的看着他欺负我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呢？哎呀，宝贝儿，你先别生气。他顾雨白好歹也是滚蝶娱乐的总裁，在他的地盘上，我们不宜莽撞行事。难道就让我白受这委屈吗？哎呀，老婆，你放心，这个仇我一定替你报了。他们这对狗男女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搞慈善吗？咱们先进会场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欢迎来到我们滚蝶娱乐举办的慈善晚宴。下面，让我们有请滚蝶娱乐的签约艺人兼新任董事沈之遥登场。老公，沈之遥真的当上了滚蝶娱乐的股东，那我不就报不了仇了？别急，顾雨白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真的把全部身家都交给沈之遥？依我看呀，他不过就是个挂名董事，掀不起什么风浪啊。那就好，沈之遥，你敢得罪我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大家好，我是沈之遥。今天呢，是我们滚蝶娱乐为云氏受灾的同胞们举办的慈善晚宴，希望大家可以齐心协力，共同帮助我们的同胞们渡过难关。首先，我以个人的名义向灾区的同胞们捐款3000万。好的，谢谢沈总，谢谢您为灾区同胞尽的一份心意。沈董事大义，我林昊天代表昊天娱乐向灾区捐款4000万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帮助灾区同胞共度难关。不过，我有一句话想问一下沈董，你作为滚蝶娱乐的新任董事，只捐了区3000万，是不是有点配不上你董事的身份？就是，滚蝶可是大厦排名第1的娱乐公司，你现在既然成了股东，怎么着也得多捐点才像话吧？就捐这么点，还好意思在这里充大善人？说得好，这滚蝶娱乐每年流水分红都好几个亿了，这种身份的人捐这3000万，确实少了点。是啊，这也太抠了，林昊天都捐了4000万，真不知道这沈之遥怎么想的。我刚加入滚蝶娱乐，还没有拿到分红，除了那3000万的签约费，我卡里基本已经没有什么钱了。
堂堂滚蝶娱乐的股东竟然只捐了3000万，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是在利用灾区同胞，打着做慈善的幌子，为自己谋私利。有道理。滚蝶娱乐每年盈利数以亿计，捐这么确实说不过去啊。对啊，这也太没诚意了，还是个大公司的股东呢。大家先静一静，我觉得沈小姐已经捐过款了，大家就不要强人所难了。郭导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这么大的台子是沈之遥搭起来的，募捐活动也是沈之遥发起的，结果他竟然还没有一个小公司的老板我捐得多，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吧？大家说，沈之遥应不应该继续捐款呀？应该，应该。我代表滚蝶娱乐以及签约艺人沈之遥向灾区捐款1个亿，也希望呢灾区的同胞们能够快速的建起美好的家园。1个亿，顾天王就是阔气，一出手就是大手笔。不过，就算是1个亿，也是滚蝶娱乐的，跟他沈之遥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难不成他就是挂个名儿？沈之遥，灾区的同胞们正在死亡线上挣扎，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拼尽全力去帮助他们。你口口声声说要做慈善，结果就捐这么点钱，还敢大言不惭地坐在这儿，你真的不觉得羞愧吗？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和名号，真是个欺世盗名的垃圾。沈之遥，作为歌手，观众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，云市那边说不定还有你的歌迷呢。要是让他们知道，整天被他们捧着大明星，竟然在这关键时刻拿他们当噱头炒作，他们会怎么想啊？这样，这林昊天还有李菲菲是想把你架在火上烤，让你被黑。这样，我先借你5000万，堵住他们的嘴。不用，我自有打算。林昊天、李菲菲，你们这么捧杀我，无非就是想看我出丑，让我在娱乐圈里面混不下去吧？哎，你少乱咬人啊！我只是看不下去，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罢。不过也对，你们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确实不错，我们在座的就应该齐心协力，一起帮助灾区的同胞们。所以，我沈之遥今天要在这里向灾区的同胞们募捐10个亿。10个亿，10个亿。沈小姐，我承认你很有才华，但是这10个亿不是一个普通的艺人可以筹集到的，就算是滚蝶娱乐所有的流水加起来，都不到10个亿吧。沈之遥，大夏的灾民正在受苦受难，你竟然为了自己的面子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，你这是在拿灾区人民的希望开玩笑。你这种人怎么配做滚蝶娱乐的股东？张口就是10个亿，你知道10个亿有多少吗？啊！我沈之遥说到做到，10个亿就10个亿。老公，我看这个贱人就是在撑场子罢了，那我们就帮他把场子给撑大，最后给撑破。没毛病啊。好，你说你今天要捐10个亿，如果你今天捐不到10个亿，那你就是愚弄灾民、愚弄同胞，罪大恶极。这样，你敢做出这样的承诺，是有别的打算吗？当然。现在我可以在现场拍卖我写的歌，价高者得，所得到的所有收益全部捐给灾区同胞。沈之遥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整个大夏最著名的作曲家，一首歌也不过几百万，10个亿啊！你以为是你动动嘴皮子就能拿得出来的？就是10个亿轻飘飘的就说出来了。沈之遥，你这不就是在给自己作秀博眼球吗？这10个亿得写多少歌啊？唱得好有什么用？也得有人买才行啊！沈小姐真是年轻气盛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许下这种承诺，她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我相信她说到一定能做到。顾宇白，你是被这个狐狸精给迷住了吗？啊，就这种靠男人上位的情妇，能写出来几首金曲啊？还妄想卖10个亿，做梦！他相信我，证明他眼光好。我会证明他的选择是没有错。行啊，沈之遥，既然你找死，我也不拦你。
但如果你写的歌卖不出10个亿，该怎么办？如果我的歌没有募捐到10个亿，我甘愿退出娱乐圈，从此不再登台。而如果我募捐到了10个亿，林昊天、李菲菲，你们准备怎么做呢？我们？你想让我们怎么做？我要你们捐出全部财产。捐出所有财产？没错。沈之遥，你知道我现在身价值多少吗？你居然想让我捐出所有财产？怎么，连这点钱都不舍得吗？我刚才不是还说到要帮助灾区同胞齐心协力共度难关？怎么现在轮到你了，你又不愿意了？我只不过是不过什么？我刚才可是亲耳听到你说的，说不定云氏那边还有你的粉丝呢。难道你甘愿看到你的粉丝们在灾区受苦受难吗？菲菲，你真的要跟他？老公，你相信我，他沈之遥绝对募不到10个亿，我们就跟他赌，等他赌输了，我们再大发慈悲，随便捐个几百万，这样话题度也上去了，我们肯定能翻红。你说的对，就跟他。好，如果你能募捐到10个亿，我就捐出我全部的财产。林老板大气，那我就在这里替灾区的同胞们先谢谢你。先别急着谢我，你要是募集不到10个亿，那么自我退圈，永远退出娱乐圈的人就是你。放心吧，我沈之遥今天一定能募捐到10个亿。不过林昊天、李菲菲，我要是募捐到了，你们别到时候可舍不得你们自己的财产。沈之遥，这还没开始呢，你就这么笃定自己能赢了？没错，如果能有人能为灾区捐10个亿，那这个人只能是我沈之遥。行了，沈之遥，你就别装了。今天在座的各位可都不是普通，个个都是大夏娱乐圈顶尖的存在，有天王天后，有金牌作词作曲。如果你写的歌要是达不了他们这一步，怕一无所知。行了，别浪费时间了，我们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。沈之遥，赶紧唱吧，待会儿要是你的真。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我愿意出3000万买下这首歌的全部版权。我出8000万。什么叫8000万？
这只不过是一首歌，就算他唱的再好，就算是金曲品质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怎么就值8000万了啊？你们两个的狗脑子是被逼给吸了吗？当然值8000万，因为这是沈之遥为抗灾而做，这份心就值8000万，这份意见也值8000万，这份对同胞的同情跟担忧也值8000万。没错，太好了，我们刚刚得到消息，全国观众正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，愿意为您的这首歌为灾区捐款。现在这首歌的网络捐款已经达到了3500万，金额还在不断的持续上涨。这样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。怎么可能？这才一首歌的时间，怎么可能就能募集到1个亿的资金？别担心，他还有9个亿呢。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出道的素人，根本就不可能完成。还有9个亿呢，他能卖出这1个亿，纯属是他运气了。我就不信他还能写出好歌来。不相信是吧？好，没关系。接下来我为灾区带来的第2首歌，名字叫做《生死不离》。哼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要找到你。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！这首歌曲无疑也是一首金曲啊！灾区的同胞该有多痛苦啊！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能放弃他们。血脉能创造奇迹，好好的活下去。我们一定多多捐款，挽救同胞性命，让他们跟家人们同聚。我和你心两心。为什么他还能写出歌来？沈之遥，6年前就夺走了我的冠军，为什么现在还要出来挡我的路？之遥，好听，太好听了！这首歌都唱到我的心里了。我愿意为灾区捐款1个亿。1个亿！顾天王，你也太护短了吧！这首歌就算是金曲品质，它也压根就没有1个亿的价值。就是，你分明就是怕沈之遥完成不了10个亿的捐款，故意给他送钱的吧？你们眼里是不是只有钱，只有利润？我花重金买下这首歌，不光是因为它有品质、有价值的一首金曲，而是沈之遥他为灾区同胞尽的那一份心力，懂吗？雨白，谢谢你。我出3个亿。顾天王就不要跟我抢了，我真打算为灾区同胞拍一部电影，名字就叫《灾区募捐》。有了这首歌的加入，电影肯定会大爆的。到时候所有电影的收入全部都捐给灾区，重建学校。好，谢谢郭导。我这不算什么，沈小姐都为灾区喊出10个亿的天价，我作为导演也应该为灾区出一份力。太好了，又增加了，短短几分钟之内，网络捐款金额已经达到了7800。我也要尽一些绵薄之力，捐赠一些物资，让他们吃顿饱饭，睡个好觉。立刻联系我的经纪公司，我下部戏的片酬全部捐赠出去。沈小姐真是厉害啊，凭一己之力带动娱乐圈所有人一起捐款。不止我们这些人，更多的是一些普通人，他们也许是送外卖的，也许是开出租车的，可能是工厂打工的工人，也有可能是工地的农民工。但是这每一份的捐赠都是对大夏同胞们的支持，只要我们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，一定能战胜灾难的。区区2首歌的时间，就让他筹集到了4个亿的资金，更别提还在上涨的捐款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我们这些数字都是经过确认的，难道你怀疑有假？这是你们公司举办的募捐活动，谁知道你们有没有数据造假？就是，这年头靠着慈善来诈捐的人多了去了，说不定
你们就是靠着这10个亿的噱头，在中饱私囊。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公开的，后续也会经过官方确认，绝对不可能存在诈捐。就是，面对灾情，我们应该做的是同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你们两个在这儿挑拨离间，到底有何居心？你叫唤什么呀你？我也只是就事论事，2首歌就募捐到4个亿，我有理由怀疑他沈之遥就是在作秀。就是，真不知道沈之遥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，让你们这么帮他说话。林昊天，我刚才出3个亿买下了一首歌，难道你是陪他们一起作秀吗？哥的，是那个意思。你先要劲，我你什么你？行了，林昊天、李菲菲，你们也别在这狗咬狗了，还是赶紧准备一下，捐出你们的全部身家吧。沈之遥，你别太得意了，你还有5个亿的任务。不就是5个亿吗？我沈之遥一定可以募捐到。你确实是有点傍男人的本事，但是我就是不信会有哪个金主愿意花5个亿买你一首歌。谁说我只有1首歌？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1首歌不够，那10首呢？要是10首歌不够，那50首呢？50首歌不够的话，那100首够吗？100首进去？沈之遥，你疯了！李菲菲，你是不是一直以为我是靠运气才走到现在这一步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。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，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，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。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。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，留下我在这太可怜了，我完全不敢想象现在那些灾区的孩子过的是怎样的生活。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，看到太阳出来他们笑了，天亮了。太感人了，这首歌曲简直充满了力量。3000万，我要了！3000万，成交。只不过卖了区区3000万，沈之遥，你的歌已经卖不上价钱了，你不可能赢的。就是，现在娱乐圈需要的是百花齐放，只会上价值根本没有任何用。不就是各种各样的曲风吗？只要你想要，我什么样的曲风都能写。怕你飞远去，怕你离我而去，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。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，倒流进天空的海底。又是一首金曲，3000万，我要了。成交。你當我是浮誇吧，誇張只因我很怕，似木頭是石頭的話，得到注意嗎？其實怕被忘記，只放大來遠吧，很不安怎去優雅，世上還讚中沉默嗎？不夠爆炸，怎麼有話題？讓我跨做大娛樂家。
完全符合我们公司艺人。各位啊，这首曲子不要跟我争，这首歌3000万我要了。好，接下来第3首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歌要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3000万，我要了。3000万，又是个3000万。他是怎么做到每一首歌都是进去的？李菲菲，你现在还觉得我当年是靠运气才拿到的冠军吗？我不信一个退圈6年的老女人会比我强。沈之遥，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灵感了？你肯定唱不出来了。那还真是要让你失望了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奇迹的诞生。散落的月光穿过了云，隔着人群铺成大海的鳞，海浪打湿白鲸，试图推你回去。太妙了，这么多歌曲，而且曲风都不一样，简直碾压了国内那些大师作曲作词的。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沈小姐一定能够红遍祖国大江南北的。不可能，难道一直都是我错？沈之遥难道一直都不是靠运气？难道我这一辈子都比不上他沈之遥吗？哎呀，那首起风了，5000万，我要了。愿得一人心，3000万，我要了。千千阙歌，4000万，我要了。光年之外，3000万，我要了。征服3000万，我要了。怎么样，够不够？还需不需要我再写几首？够了，够了！现场各位的竞价已经高达9亿7000万，再加上网络上的捐款，我们的捐款总金额一共是13亿6900万，远远超过了10亿。恭喜沈董成功捐款13亿，这么大的一笔资金，真的被他给抽到了。沈之遥，你就是上天派下来专门针对我的，这下完了，全完了。沈董，我要带去灾区同胞们，谢谢你。不用谢谢我，要谢就谢观众们吧，他们才是最大的功臣。我们现在就让人把捐款和物资送到灾区，然后我为您准备了一份合同，给林总和李菲菲小姐。林昊天、李菲菲，你们输了，现在该把你们的全部身家捐出去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！要不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要跟沈之遥作对，我怎么会变成穷光蛋？你有什么资格怪我？你有什么资格怪我？如果不是你在中间挑拨，我至于拼上所有身家跟他赌吗？都是你这个扫把星惹来的祸！之遥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嫉妒你，我不应该说你坏话，求求你原谅我好吗？我真的不想变成穷光蛋。从来都没有人逼你，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谢谢大家对本次慈善的募捐。本次募捐呢，活动要结束了。如果大家还有想继续奉献爱心的，可以私下跟我们联系。那麻烦主持人给林总还有李菲菲女士登记一下吧。我不签，凭什么？凭什么要让我拿出来我所有的身家去补偿那些灾区难民们？怎么，林昊天，刚才口口声声说要帮助同胞，怎么现在又不愿意了？林总，您可是当众承诺过的，如果说沈小姐募捐够10亿，你就捐出你所有身价，怎么要反悔了吗？老子就是反悔了，怎么样？他们受灾，那是因为他们命不好，凭什么要让我拿出全部身家
去给他们填坑。靠慈善来炒作，吸灾区同胞的血，哼！李昊天啊，李昊天，你真是我们大夏娱乐圈的耻辱！像你这种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，根本不应该在行业里立足。各位，我提议啊，全行业封杀昊天娱乐，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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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，沈之遥，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，我才会这么惨。扰乱会场，蓄意伤人，带下去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老公，这样，恭喜你成为璀璨天后。